俄罗斯骨子里是欧洲国家，却正在被逼成亚洲国家，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俄罗斯与乌克兰正在打一场漫长的消耗战，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战略格局和全球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来说，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亚洲国家，恐怕已经不再是疑问式了，而是越来越肯定了。近日，《亚洲时报》发表布兰登的文章称，西方国家的制裁可能会使俄罗斯为其金融和经济独立于西方创造途径，变成一个亚洲国家。彭博社认为，美国的制裁能在短期内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从长远看，制裁只会加强俄罗斯对西方的抵制和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不妥协。普京不愿意放弃目前在乌克兰的行动方针，底气来自于俄罗斯正在从遭受经济打击中幸存下来，甚至越打越有钱。西方暂停进口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莫斯科只是将其能源从欧洲转移到了远东的市场。印度和中国都与俄罗斯保持着正常的贸易，但从长期来看，西方的制裁可能使俄罗斯下定决心创造出独立于西方规则的结算体系和贸易体系。莫斯科已经要求敌视俄罗斯的国家采购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时，付款都必须以卢布支付。德国方面确认，应云北溪1号的公司称永远不会切断其俄罗斯天然气的流量。天然气卢布的出现，为普京继续在乌克兰打消耗战创造了经济基础，而西方的持续制裁将导致一个欧洲俄罗斯的死亡，而亚洲俄罗斯将因此而诞生。从彼得大帝成为沙皇以来，俄罗斯的领导人就一直痴迷于他们的西方边境。俄罗斯人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而且他们还曾经是欧洲理事会的成员。普京甚至还2次申请加入北约，但是都并未被欧洲人真正认同。以前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俄罗斯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就推出过一个叫做新欧亚主义的理论，认为俄罗斯根本不是西方的一部分。现在随着俄罗斯与欧洲边境线正在被几个东欧国家所封锁，俄罗斯精英将别无选择，他们必须远离西方，否则就会被西方的制裁和敌对行动所羞辱。俄罗斯的民众大概率不会屈服于西方所施加的压倒性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反而会更加支持普京。因此，莫斯科很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外部压力。俄罗斯也因此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仍然在欧洲方向，但又不得不加速开发其东部，加强融入中国经济圈的步伐，最终变成一个为中国提供能源出口的大国。外国媒体认为，在2017年到2018年期间，特朗普上台，让西方有了利用俄罗斯来对付中国的巨大希望。但那些有希望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必须接受欧亚大陆的新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俄罗斯将主动与中国靠得更近，而且会更加的敌视美国。成为亚洲国家的俄罗斯将在可见的未来会把结束美国霸权作为其目标，也会剥夺美国进入欧亚大陆的便利性，更会让美国的印太战略受到严重牵制。俄罗斯经过俄乌冲突之后可能会被削弱，但是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核武器拥有国。一个亚洲的俄罗斯不会屈服于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来说，俄罗斯变成亚洲国家并不一定是威胁，反而有可能在欧洲方向继续吸引美国和欧洲的注意力。未来的中美竞争最为核心的还是两国经济发展的竞争。俄罗斯将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助力。如果中国发展成为了世界的经济中心，俄罗斯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强大的亚洲国家。反击美国的霸权是中俄共同的追求，以中国背靠背将是俄罗斯发展的唯一机会。因此，现在就说俄罗斯输了还为时过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